各位好，我是小胖。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《黑色网站背后的诡异秘密》。我很寂寞，所以我上网。那天有个陌生人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网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网页，整个界面只有一种颜色，全部都是黑色制作，甚至连背景闪烁的特效都是黑色的光，简单却又神秘，似有万千不为人知的玄机。深深的黑色壁纸衬着浅浅的黑色文字，半夜2点对着镜子里的人许愿，那么愿望就会实现，很灵，不信你可以试一试。切，故弄玄虚，我不以为然地关了窗口，这准是哪个无聊的人用来骗取点击率的吧。这阵子工作不怎么顺心，我被接连地退掉了好几份订单，几乎每天都要被老板骂，郁闷，以至于我在家里不可避免地喝酒喝高了，昏沉沉的不知睡了多久，直到尿急了才从床上爬起来，疼得要命，看了看表，这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突然我想起了那个黑色的网站，浑身不禁一颤，睡意全无。半夜3更照镜子，不管里面是什么都够瘆人的。可转念一想，怕什么呢？白日没做亏心事，夜半何惧鬼敲门？况且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从不相信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。此刻试试又何妨？紧张地走向客厅的大镜子，然后我看到了里面。先是暧昧而又庞大的黑暗，然后遥遥地走进了一个白衣女子，披散着长发，面色苍白，乱眉小眼，塌鼻阔唇，丑得吓人。哼，没错，那就是我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没有朋友，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都说老天是公平的，一个有缺陷的人往往会有超乎常人的某种特能，但我却例外。也许我是老天打瞌睡时的产物吧，忘了赋予我美貌之外的气势与才华。冷冷地看着镜子足足有1分钟，里面还是我，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。好傻呀，我竟然如此的无聊。不久间我笑出了声，并指着镜子中的自己说，我希望你能够变漂亮。这时一股酒劲冲向头顶，好困，继续睡觉。可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，背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悠悠的叹息声。唉，又清晰又令人毛骨悚然。我吓了一跳，飞快地打开了灯，房间里亮如白昼，一切都是我熟悉的样子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可是刚才我分明听到了叹息声，难道是错觉？又难道是镜子里？我不敢再看，惊慌失措地点亮了所有的灯，把自己锁在卧室里，大声数着绵羊，数着数着便昏沉沉地睡着了。早上醒来已经快9点钟了，不好，又要迟到了，看来今天又要被骂了。手忙脚乱的我穿好了衣服，急匆匆地赶往公司，做好了一切挨骂的准备。没想到老板一见到我就像没事似的，给了我一份文件，让我下午会议之前整理出来。莫名其妙的一路走来，同事们竟微笑着与我打招呼道早安，这是我以前根本没有享受过的待遇。怎么大家都变得奇怪起来呢？突然我想起了镜子的事儿，难道我真的变漂亮了吗？回到办公室，我偷偷地拿出了化妆镜，没有变化呀，还是那个八字眉、瘦刀脸，还有
来不及洗去的眼屎，我还是我，依旧丑陋。接下来一段忙碌的日子，让我很快地从情绪的低谷中走了出来，并逐渐忘记了那天许愿的夜晚。后来我接受了老板的建议，去医院做了整容。漂亮以后的我非常开心，工作也变得顺利了，轻松地签了很多的大客户，升职自然是理所当然。在庆祝我升职的派对上，有个刚进公司工作的女孩神秘兮兮地说，你知道吗，我看到过一个网页，很恐怖，全是黑色的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，半夜2点向镜子里的人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我心里一惊，身体像被电击了一样呆住了，猛然想起了夜晚那神秘的叹息声。我忙问，那你试过了吗？他赶紧摇头，我可不敢，太吓人了。另外一个迷信的女同志接着说，可不能试啊，听说半夜照镜子1分钟之后就会看到自己的仪容。我故作镇定地摆了摆手，怎么可能啊，别信别信，都是吓唬人的。回到家里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客厅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摩擦声，好像是金属划过玻璃上的声音，尖锐刺耳。我以为是家里进了贼，拿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可到客厅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连桌椅靠背的位置都没有移动过。怪声刹那间消失了，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硕大的镜子里面先是暧昧而庞大的黑暗，然后遥遥地走进了一个白衣女子。她披散着长发，面色苍白，乱眉小眼，塌鼻阔唇，丑得吓人。她看着我笑，然后指着我说，你变漂亮了。接着镜子的平面竟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，伸向我的脸，不停地笑，然后悠悠地发出了一声叹息。我好寂寞呀，你来陪我吧。我本能地发出了一声震至肺腑的尖叫，整个人跌倒在地上，汹涌的恐惧淹没了我的呼吸，如此轻易地吞噬了我。前面是茫茫无尽的黑暗，黑暗毫无边际。很久了，没有人再尝试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孩子哭着来到了我面前，凄凄的表情令人心痛。她说，为什么她要走了？我真的很爱她，我希望她能回到我身边。说着，她把脸埋在手臂里，泣不成声。我好想安慰她，但我不能，因为我只是一面镜子。冰冷的狞笑爬上了我的嘴角。你有想要迫切达成的愿望吗？来找我吧，半夜2点，你会在镜子里看见谁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评论。再会。